好，在展開節目第3節的討論，這一次川普不演了，他對於格陵蘭的渴望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面對歐洲拒絕要出售格陵蘭呢，他又拿出了他最熟悉的招數，2個字：關稅，來逼迫你啊。面對8個歐洲國家有誰？丹麥、瑞典，還有挪威、法國、德國、英國、荷蘭、芬蘭等等，你們這8個人呢？不滿意我這個收購格陵蘭是吧？那我對你們2月起課徵10%的關稅，先意思意思就好。6月起這幾個月呢，你們再不掉頭認錯學乖的話呢，不好意思，我繼續上調到25%。之後還有沒有更多的招數？我們就看川普他怎麼繼續再出招，並且他還沾沾自喜的在社群媒體上拋出了這張黑白的照片，他自詡呢是這個關稅之王。的確啊，從他這個去年重新上任以來，真的是把關稅玩出花樣來了。好，那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也是幫腔啊，說現在的歐洲太軟弱了，所以美國有必要接管格陵蘭。好，那前白宮的這個高官葛瑞他甚至啊都已經幫川普把2套劇本都已經想好了，一就是你格陵蘭直接成為美國的海灣領地吧，像是這個關島一樣；二或者是呢我讓你們獨立，但是你之後呢要跟美國簽署所謂的這個 COFA 也就是一個自由聯合的協定。好，聽上去是給你選擇，還幫助你這個獨立，這不是你們格陵蘭人之前也一直在吵的事情嗎？這麼好，但其實不管你怎麼選，最後都是要歸美國管。所以請教蔡委員，現在格陵蘭呢，除了這個歐洲還有他們這些人民還有政客上街頭口頭抗議，我們不要美國這個滾回去之類的，他們真的拿川普一點辦法沒有嗎？一點辦法都沒有，沒有辦法，因為歐洲自己被那個 JD Vance 公開羞辱，你是歐洲文明自殺崩潰的罪魁禍首，美國才是這個希臘羅馬精神文明的提升的國家。哎呀，你看，那歐洲丟臉丟到家了，沒有人敢吭聲啊。那現在好了，這個北歐4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要被課徵這麼高的關稅，只是因為他們反對美國要拿格陵蘭。那你其他的這個西歐國家，法國、德國、英國、荷蘭能幹嘛？你說要叫歐盟起來反擊，那其他國家干他什麼事啊？其他國家去扯，你說要波蘭啊、匈牙利啊、西班牙、意大利啊，他們避而遠之，根本懶得管這個事情啊。他們也知道歐洲這些領導階層啊，包括這個德國啊、法國啊、英國那些領導人根本很軟弱，那荷蘭更不像話。這些該有領導功能的國家表現都那麼差，那麼軟骨頭，川普當然會看不起你啊！那貝森特當然打蛇隨棍上，歐洲太軟弱，這是個事實，這是個事實。那像烏克蘭一樣啊，都只是像馬克龍只出嘴巴啊，那什麼都不做啊，也不出錢，也不出力啊。然後美國有必要接管格陵蘭，記錯了啦，美國要接管格陵蘭跟歐洲沒有關係啊。因為川普覺得未來在歷史上要留名，你看嘛，他經常讚美麥金利買下阿拉斯加，他讚美門羅買下這個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是整個面積比現在路易斯安那大多啊，比現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很多，而且又用軍隊佔領了佛羅里達，這是偉大的美國總統，開疆擴土的美國人。對，我要提醒北京一下。做什麼“一帶一路”不如增加領土面積，聽懂我在講什麼嗎？這是個歷史上的規律嘛。那貝森特當然會這麼想啊，其實大部分美國人都這麼想，你可以了解到這個事。那葛瑞說法跟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說法一模一樣。我說格陵蘭不會變成美國一個州，一定變成美國的波多黎各或者美國的帛琉，一定變成這2個模式嘛。那波多黎各就是海外領地嘛，然後COFA 就是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這個就是帛琉嘛，不管哪一樣都是屬於美國管的，這不是問題。那這樣可以彰顯到川普的偉大。現在只是川普要偉大，不能讓川普不開心，懂嗎？現在整個全世界最大的主軸就不能讓川普不開心啊。我覺得其他國家會因為課關稅也不敢再聲援他們，甚至於德國內部也會覺得我幹嘛去嘎這一腳。那你說歐盟會不會崩潰？不會啊，北約會不會崩潰？不會，因為都是美國的哈巴狗，它怎麼會崩潰？不會了。好，事實上這個歐盟近幾年針對很多的議題，確實在跟美國的對抗上都表現得非常的軟弱。但其實他們也不是
沒有嘗試要做過反擊哦。大家還記得去年關稅戰的時候嗎？他們也曾經拿出很多要反制美國的方案，只是歐盟自己都沒有辦法槍口一致對外啊，自己打來打去，為了彼此國家的利益，結果最後呢，又是这個集體退縮讓利了。說人不是人太好，就是人太傻。好，就連這個華府的智庫都已經直接不諱言的、直白的講，到目前為止，感覺唯一能讓川普退讓的也只有中國而已了。好，歐盟跟中國當然雙方有的底氣跟籌碼是不太一樣，那兩者跟美國的歷史淵源還有這個聯盟的關係也不盡相同。但每次只要歐洲跟川普發生矛盾，感覺氣勢上總是落人家一截，就是好像要這個把臉伸出來讓你打巴掌的感覺的理由。他們不敢學中國大陸正面硬剛，應該有很多的顧慮。但楊老師，你覺得最關鍵的點是在哪裡？白宮顧問最近寫文章說，這個世界已經變成是以權力、實力、武力來統治治理的世界。換言之，其實歐洲過去一直以來就跟着美國後面，還自認為自己是 number 2全世界是沒錯，它的 GDP 加起來大概有19兆美元哦，跟中國不相上下。英國雖然離開了歐洲但離開了歐盟，但歐洲國家英國、法國也有核子武器啊。問題是歐盟就不是一個國家，而且它建構了很多一層一層的官僚體系，反而使得很多的決策這個緩慢。也沒有辦法去代表這些主要的國家，主導的還是法國、德國。那現在的領導人又沒有像以前的梅克爾一樣，所以呢，歐盟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你跟自己的大哥鬧起來了，才發現到其實過去都是靠美國保障他們的安全，維持他們的經濟。他們在軍事上不足以跟中國、美國、俄羅斯對比，他們在經濟上也加起來，但事實上不能夠加起來。他們在科技上也沒有辦法跟現在的美國跟中國去相对比，所以簡言之我們現在講多極體系，美國、中國的2G2的體系之下，也許再加一個俄羅斯，但歐盟不會成為另外一個極，也就是歐盟現在這次被美國真的打趴打穿。那21號他們就要決定，去年他們跟美國簽的貿易協議15%的關稅，21號他們決定要不要通過。那我覺得他們這一次為了表現尊嚴不會通過，但後續敢不敢對美國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比如說調查呀、反脅迫啊，法國已經這麼講，但我覺得他們不敢。你反脅迫調查我，我就針對你。你現在還敢去得罪川普？那丹麥不可能賣掉格陵蘭，對，因為跟以前不一樣。丹麥曾經在1917年賣了就是維京群島2500萬美元賣給美國。但這次為什麼不能賣？因為格陵蘭老早已經取得自治的地位，在2009年他们取得了，他们可以舉行公投獨立，雖然目前是沒有這麼做，對，所以他不可能賣，因此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格陵蘭自己公投，那川普當然大錢撒下去，公投下去，是不是看他們能夠獨立，或者是加入美國成為歐洲的一部分？那個時候的歐洲就會完全被看穿，被打扁。好，美國的媒體Politico 直接點名了，川普想要格陵蘭呢，其實或許除了這個國防的考慮之外呢，也不是要抗中抗俄，而是反而幫了普丁讓北約內部的這個裂痕繼續擴大。那國際的注意力呢，就會先從烏克蘭被轉移，歐洲的資源也會因為各種喬不攏被迫分散。那這誰開心？當然是俄羅斯開心了。那西班牙這個總理也直接表達，如果美國入侵格陵蘭，普丁將會是世界上最開心的人哦。離譜的是，這個美國的準冰島大使更私下放話說，格陵蘭之後，冰島有可能也是我們美國的第52州哦。你這樣冰島人怎麼這個情何以堪？格陵蘭都還沒有吞下去，下一個名單你都幫我寫好，未來會不會有53、54州繼續這樣增加？好，普丁拿格陵蘭，川普拿格陵蘭，普丁拿烏克蘭，這是不是這兩大這個大佬他們兩位領袖背後有這個默契的陰謀論呢？現在在網絡上也是有一些人在討論。另外，冰島被點名第52州，美國究竟對這個北大西洋到我們北冰洋之間這塊區域的執念，不管是從軍事也好，更多是軍事層面啦。艦長為什麼這麼想要這一塊地方？其實川普講來講去，一切都是稀土，其他都是假的。我們仔細回頭看一下委內瑞拉，一開始講的是什麼？講的是毒品。現在大家還記得這麼一件事嗎？
完全不是這一件事。那至於剛剛主持人也講到有關於國防的部分啊，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看到每一年這一個美國國防部呈送到這一個美國國會的中國軍力報告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格陵蘭在這裡，他們每一次都用這個圖去塑造什麼，也就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飛彈其實會飛越格陵蘭，可是呢，這是用一種地圖的詐術，因為他用的是那個投影法，並不是錐形投影法，也就是極圈的部分其實已經變形了。那如果我們從極圈用這種錐形投影來看的話，那格陵蘭在這裡，我請問一下，這個飛彈到底怎麼飛都不會飛過格陵蘭？真正會飛過格陵蘭飛彈的這些國家，也就是挪威啊，那個還有瑞典啊這些國家，那這些国家可能用飛彈來打美國嗎？一點機會都沒有。那美國最想的是格陵蘭，它上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稀土，而且我們每一次在看格陵蘭的時候，大家都忘了，就是說我們看到它的中心是白白一片。意思是什麼？目前是永冻土，可是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就是那個氣候的急劇變化之中，所以我們講說未來是不是會發現更多的礦產很難講，但是其實美國還有另外一個想法，他想要封鎖中國大陸，也就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如果從上海出發，然後直接的走這個北方航路的話，也就是靠俄羅斯這一段的話，那如果到了鹿特丹來講的話，它耗費的是13700公里。可是如果按照現在繞經這個馬六甲，又繞印度洋，然後從紅海上來的話，其實它的路線是20900公里。所以這一個高低差就出來了，也就是可以節省燃料。那這一個部分呢，是我們如果單純從中國大陸來看，那如果說我們來看美國的以及加拿大的北方，其實也有所謂的西北航道。那這個西北航道，其實如果我們來比對它的冰封的狀況來講的話，它的整個航路適用呢，其實是低於俄羅斯的這一個北方航路的部分。所以其實它要的格陵蘭，也就是確保它這個有關於西北航道的暢通。所以我們看來看去啊，每一次川普第一個講的理由絕對不是真正的理由。所以國防這個有關於飛彈飛越上空，完全只是唬爛，那只是用錯了這一個地圖的投影法，讓大家誤以為這一個是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威脅。那至於俄羅斯關於冰島的部分，它還有冰島跟英國之間的航道可以走，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這一個有關於格陵蘭並沒有那麼重要。是哇，這個川普背後在想什麼都被我們艦長給摸透了。好，待會最後一節討論呢，我們還有 AI 的話題。現在除了晶片跟記憶體受到這個資金的瘋狂追捧之外，還有電力網的布局呢，大家也是不容小覷。待會回來告訴你。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